我死后，姑娘必须进京。这不是我的身体，我不是刚和丧尸皇同归于尽吗？姑娘是宁国公府长房的6小姐，排行第9，只有拿回自己的身份，才会有好姻缘。你快死了，把最要紧的说完。14年前，你被换了，镇国公府的4个儿成了宁国公府府嫡长孙，姑娘成了镇国公府长房的大姑娘。谁换的？你亲娘，还有你外祖母。好家伙，那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姑娘6个月时，又有人命我把你带去外地，悄悄溺死，埋了。你没动手。姑爷救过我全家，我下不了手。我抱着姑娘逃到姑苏，证据在柜子里，都在，供词、录影、生辰八字，一件都不能丢。谁换的？谁要杀我，也在供词里，都在。好，我没有回去复命，那些人定不会饶了我家人。若他们还活着，求姑娘看顾一二。我丈夫叫陈瑞，我儿子叫虎头。陈瑞，虎头，我记住了。异能也来了，姑娘，莫要耽搁。欠你的，我还；欠我的，我算。别怕，我就是这具身体的主人，谢珊珊。我这一生，只有赵嬷嬷最疼我。我用毕生功德求来生与赵嬷嬷做母女。阎王爷说我攒的功德不够，但若将皮囊赠你，我能得你3分功德，转世到一个男女平等的太平盛世。你同意吗？同意。谢谢你，我走了。愿你此生安乐，长命100岁。前后32年的记忆，重生都不要。宁国公府到底把他逼成什么样？生母亲自换子，难怪宁愿来生做你女儿，也不愿回宁国公府。空间也跟来了，末世里没来得及送出的东西，倒便宜了现在的我。宁国公府真千金，现在听着也没那么值钱了。有钱，有异能，有空间，谁还急着去数气？分了我的功德，希望你们娘儿俩来生投好胎，平安富足，无忧无虑。谢姐姐，今儿吃什么？1碗素面。青儿，我家嬷嬷没了，丧事要找什么人帮忙？赵嬷嬷没了。棺材铺子有人，吹拉弹唱、哭丧送殡都干。多谢。姑娘要什么？纸扎马轿，再雇人给赵嬷嬷办丧事。停灵几日？3日停灵，7日发丧，一共3吊钱。不为衣食奔波，才叫人生。
喂，知道这家人去哪儿了吗？出远门了。出远门？说是遵从赵嬷嬷的遗言，前往京城寻亲。什么时候走的？不晓得。宁国公府寻亲。探亲，往京城。收好。你们是什么人？我们从京城来，他的长辈派我们来接他进京。谢姑娘已经走了，她走的水路。是啊，你们现在去码头，也许还能追上。一半人去码头，一半人留下，继续打听。客官是住店还是打尖儿？后院马厩有草料和清水，可以喂马。房费多少？下等房30文一人，10人一间；中等房200文一间，2人一间；上等房500，单人单间，热水齐备。要一间上房。有客到，上房一间。请客官出示录引。幸好出城前办了。客栈寄人必须明明白白，否则衙门来查，小店担不起罪。姑娘前往京城，该往北去，怎么往东南来了？我不大分得清东南西北，竟然走错道了吗？走反了。店里有什么吃的？鸡鱼肉蛋应有尽有。客官想点什么？我叫厨下做。先来1大碗卤鸭面，红烧蹄膀、老鹅汤、白烧羊肉、清蒸白水鱼。是啊。姑娘一个人吃得完吗？吃得完，尽管做好送上来。有客到，中等房一间。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我有一名殊途清风为伴。来了来了，裴居，公子是松江府的裴居，进京赶考。裴居是谁？就是咱们金陵省3年前的解元公啊，当时才15岁，全省第一不止，还是小3元。若不是乡试后大病一场，没法进京，第2年春耕必定连中6元。才疏学浅，令各位见笑了。裴老爷大驾光临，小店蓬荜生辉。穿越福利1碗阳春面，5斤白米饭，再来1碗火腿炖肘子，1盘只用油盐炒的椒笋。哎，马上来。今天的汤格外鲜，面也格外好吃。妖孽啊，不去松江看海了，转到进京。老爷，房间订好了吗？我先把铺盖送上去。裴老爷是地字36号。清风，放下行李就下来吃饭。是。老爷，您真该跟这位姑娘学学，吃得多，身子才好。他说的对，裴公子吃的太少了。天生脾胃虚弱，多食反伤身。我家老爷什么都好，就是这身体不争气。这么有名的人，原主记忆里不该没有。裴居，明年春闱前死在赶考途中。姑娘有事？有，我初次出门不辨方向，本来要进京寻亲，结果走错到了这里。姑娘明日折返便是。所以我想问问裴公子，可愿意？男女有别，岂能同行？既如此，那便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老爷，那位谢姑娘一直不远不近的跟着，接下来咱们得小心，没入了土匪的圈套。从姑苏起，白天走官道，傍晚入驻驿站，夜间不宿山野。居然把我当成女土匪了。不过这美少年拒绝人的样子，比末世前那些大明星还要养眼，多看2眼也不亏。老爷，果然是个女土匪。裴公子能否借火一用，以鲅鱼和烤鱼为酬？请便。若有鸡汤就好了。出门在外，有什么吃什么。谢姑娘莫要再跟着我们可好？
不好。何故？早说过，我分不清东南西北，欲与君同行，君却不允，只好偷跟在你们后面，免得再走错方向。谢姑娘为何一人出门？我与京城中的家人离散多年，从未谋面，由老嬷嬷抚养长大。如今嬷嬷驾鹤西归，临终前嘱我务必进京找寻家人，否则她在九泉之下不得瞑目。偏生我没了嬷嬷，就好似没头的苍蝇找不到目的。姑娘可以乘船北上，或者雇镖师护送。古代的小孩真不好骗，我晕船，更怕被镖师拐到外地卖了。我们老爷也晕船。若镖师敢卖尬主，除非他们镖局不打算干了，出行镖遇到危险皆是以命相搏。不愧是解元公，洞悉世事，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风，实在惭愧。裴公子风华正茂，你为什么喊他老爷？我听别的小厮都是叫年轻主子少爷。我们老爷是举人，族里自然都称呼老爷。清风，把药端过来。时候未到，老爷且等等。大夫交代要在饭后2刻钟方能吃药。这药不怎么管用，老爷吃了7天，见效甚微。进了姑苏城，不如再请个高明的大夫瞧瞧。每年春分秋分必犯此症，那年在金陵请大夫开的药也差不多。男版林妹妹，老爷怎么了？她竟然能察觉到异能的存在。没事，准备出发。小娘子好不懂规矩，朝廷的驿站岂能随意入住？他们怎么能进？举人老爷自然能住，驿站掌管公文传递，官员接待。莫说你这样的小娘子，便是官员家眷也不得滥用。客栈房费高昂，得省钱置办冬衣。掌柜的，把你们铺子里最好的男女皮着、皮斗篷拿出来。我拿得出，怕姑娘您穿不得。何意？本朝上火德，自高宗大洪起颁下规定，庶品以下不穿貂皮，举人以下不得穿狐皮，庶民只能穿鼠皮、羊皮，否则以僭越治罪。小店不敢随意出售。高宗是什么乌龟蛋蛋，大搞阶级对立。如此说来，我若想穿锦绣绫丸吃山珍海惠，非得回宁公府不可了。那件呢？此裘价值1000银，整个姑苏城只此一件，举人以上才能穿。金陵省3年前的解元公，配不配？听闻裴解元有天人之姿。没错，这胡白油穿在了他身上，必定相得益彰。快取下来，快取下来！解元公已具备选官之资，除海龙皮、玄狐、紫貂外，所有皮货都穿的，姑娘尽管挑选。古往今来，果然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珊姐儿，你千万别回家！昨儿来了10几名凶神恶汉，自称你京城亲戚，在客栈住下，到处打听你。大伙儿都说你出远门寻亲了，他们不信，你可别自投罗网。京城提前了3个月，是敌非友，当杀之后快。放心，嬷嬷教过我武艺，我不怕他们。姑娘，快躲躲，别回家。多谢张叔，我自有分寸。姑娘，我叫马三，是宁国公府的下人。赵嬷嬷临终前应该跟姑娘说过姑娘的身世，大老爷月前才知道真相，特地派我们快马贴鞭的赶过来接姑娘回京团聚。撒谎，他根本不是宁国公府的人，而是镇国公府假千金赵明云的心腹乳妇，绝对不是接我进京。这是想把我骗出姑苏后杀了，免得日后进京揭破偷龙换凤真相，让他失去一切。有你这样来接本小姐的吗？华丽的马车呢？伺候的丫鬟仆婢呢？进京前连几世金钗玉镯锦衣华服都不置办，空口白牙一说骗鬼呢。姑娘教训的是，实在是府里丫鬟出行不便，大老爷急于团聚，小人这就去给姑娘购置行头。等买来让我满意的行寿再说，我可不是那么好骗的，我可不是那么好骗的。谢姐姐，你真要跟那些人进京吗？为何不进京？我确是宁国公府的千金，他们正是公派来接我的下人。
1等1的宁国公府。你是宁国公府的小姐？我姓谢。请姑娘上车。我家养的小黑马得跟着，别落下了。掌柜的，我要买胡白秋。姑娘，店里没有胡白秋，只有整装上等白狐皮做的大氅。那就买件大氅。承会300两纹银。姑娘，这哪里穿的大毛？莫若等回了京，由府里针上的人给您做。咱们府里的针线比外面好。赵嬷嬷说，越往北越冷，京城10月就会下雪，我得提前预备。姑娘说的没错，京城的10月就入冬了。除了大氅，再买那件貂鼠耳和银鼠皮裙。上等貂鼠耳60两，银鼠皮裙22两，加上大炕，承会382两。付钱。等他死了，这些东西仍归我所有，卖掉拿钱，损失有限。我手里的银子已所剩无几，明日出城100里后，找个没人的地方就动手。钱给够了，替你杀个人算什么？既然你们急着找死，那就成全你们。便宜他们了，死得毫无痛苦。小二，劳去下等方等房叫一声我的下人，说好早起赶路，到现在还没下来。好嘞，姑娘稍等。掌柜的，死人了！什么？3间房、14房、14个人，全死了！报官，快！大人，门窗破损，身上无伤，食水也暂未验出毒物。14人同死，却无伤无毒。我们昨夜竟跟死人住在店里，我现在就走。有点对不起客店了，但马三必须死在城里，经官府一查，我才清白。你与死者同行？我自小长在姑苏，抚养我的赵嬷嬷临终前说我是宁国公府千金，流落江南，要我进京寻亲。继续。我头一回出门，走错了路，在昆山偶遇本省介元裴矩，同行回姑苏。后来马三说是我爹派他来接我进京，我便跟他们上路了。大人，谢姑娘昨晚吃完饭就回上房了，我们有人巡逻，没见她去过下房。你怎么确定马三儿是宁国公府的人？他说的。若不是宁国公府的人，怎会知道我的身世？马三不是宁国公府的人，他来自镇国公府，南下姑苏，是为抓回镇公府10几年前的逃奴。怎么会？难道是我娘派来的？我娘便是镇国公府千金，姓赵。你说你是宁国公之女？我爹是宁国公谢峰，我娘是镇国公府赵氏，我是他们第6个女儿。胡说！宁国公夫妇只有5女1子，其中次女早夭，京中人尽皆知。可若那个儿子是假的，我是真的呢？赵嬷嬷临终前说，当年我生母为了和大舅母同日生产，吃了催促药，后来有人以女换子，把我送出城。姑娘先回房，若此案与你无关，自可进京寻亲。只是路上千万莫再轻信旁人。好，大人，同行几人皆非良善，有几人还在悬赏名汤上。难怪客店没查出来。案子马三身份，本县会上报后派人进京核实。姑娘尽快雇镖师进京，路上莫耽搁。吃一堑长一智，我再不信马三这种人了。他们的马匹行李如何处置？暂由本县收押。姑娘的马车不在其列，有匹黑马是我在姑苏买的，一并带走。马三出钱给我置办的头面衣服呢？那不是姑娘的吗？发了一笔小财，该去找美少年养眼睛了。裴矩，你等着。老爷，出了金陵，省再往北，咱们就更要小心了。谢姑娘不是土匪，老爷不用担心她给土匪通风报报。我在姑苏拿您的名帖去衙门问过，确有谢珊珊其人，也确实新办路里要去京城寻亲。还问了什么？问了她住处，邻居都说她被京城来的人接走了，听说是宁国公府千金，还着猪轮翠盖车。骗子！老爷说什么？无事。老爷，快看，
裴公子，真巧，咱们又见面了。谢姑娘辨得出中南西北了？很遗憾，还是分不清。我一路问人，才沿着道追上裴公子。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谢姑娘，请自重。所谓自重。好，好，好，我自重，你别皱眉。裴公子，方便搭个伙吗？伙食由清风做主。当然可以，先前吃了姑娘的鱼，正愁没机会厚道。啊，谢姑娘一个人吃得完？不是有你们帮忙吗？肉和蛋早上买的，再放就不新鲜了，麻烦你全做出来。空间不保鲜，好在异能隔绝空气。清风手艺真不错，以后就拜托他了。宁国公府的下人没准备厨子跟前跟后。你怎么知道宁国公府？我们在姑苏采购时听人说的，大家都说没想到曾和宁国公府流落在外的千金做邻居。真不是特地去打听的。那些人来势汹汹，明显不怀好意，你居然跟他们走？他们死了。死了？我本想把他们的钱财榨干再溜，谁知住进客店后，马三他们14个人全死了。死因？官府查不出，无伤无倒，门窗也好好的。死得好。马三来自镇国公府，他的路易是这么写的：南下姑苏，抓镇国公府10几年前的逃奴。京城里有人不想你进京，马三死了，他们未必善罢甘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裴公子，我孤身一人，独木难支，孤掌难鸣，双拳难敌4手，恳请公子庇护一二。我一介小小举人，如何庇护你？凭那个奉旨会使的旗子，连土匪都要掂量掂量。谢姑娘高看我了。好心的裴公子，善良的裴公子，你忍心看我一个弱女子独自赶路吗？冒险与你同行，与我有什么好处？你把手伸出来。你紧要关头，别跟我说男女授受不亲。尸分隔缺损，肺正慢半狭者，动脉逃避力。这颗心能撑到现在，裴家是把命往里填。怎么回事？赵嬷嬷说，我生母当年吃了催产药，我提前1个月落草，幼时体弱，后来幸遇隐士高人，传我养生功。能治好我们老爷？需要很长时间。只要能痊愈，多久都值得。老爷，现在可好些？不渴了。你这是干什么？别折我的手。我小后流落街头，是老爷收留我，老太爷和太太教我读书习武，我才有今日。江南名医都说老爷活不过20，若不是为了给家族改换门庭，老爷不会带病进京赶考。裴公子神清骨秀，聪慧无双，老天爷赐他长命100岁，不能急。他身体破败太久，只能点点修，慢慢治也好常见。原来官员家眷也能住驿站？能住，只是不免费，穷官才常住。咱们还是住客栈吧。附近没有客栈，我已同义夫说好，加200钱换一间有2张床的房。换得好。谢姑娘手段不凡，老爷足有半日没咳了。明日进了大城，找大夫看看。咳嗽药是不是不用吃了？原本就是治咳的药，我想不用了。还是问问谢姑娘。好。谢姑娘，我们老爷昨夜没咳，治咳的药还吃吗？是药3分毒，不咳了就别吃治咳的药。丸药呢？人参养肉丸还吃着。心肺只是略好，气血虚，该吃还得吃。到京城后再找高明大夫看看。听谢姑娘的。裴公子，你真好看。谢姑娘，慎言。好，慎言。裴公子，今晚我们改住客栈好不好？我包食宿。谢姑娘有恩于我，费用何该由我们出？对，姑娘千万别推辞，此后食宿交给我。你们盘缠够？老爷是借员工，府城、县城、乡绅亲友都赠了程仪，家下中积蓄带了350两。北方冬天来得真快，再往北更冷。下雪了。谢姑娘，这么晚有什么吩咐？
我在姑苏给子置办冬衣时看到这件斗篷，当时就想穿在你们老爷身上一定好看，别人都不配。姑娘给我们老爷送斗篷，北方极寒，他心肺才好些，不能受冻，就当抵我接下来的食宿费。多谢姑娘。老爷快看，又轻又暖，像雪似的。谢姑娘对老真好，巴氏少人看中老爷样貌与才名，却都等着看他能不能活过20。单是人参养肉丸，1年就要300-400两。谢姑娘倒不同，她看老爷像看清风明月。君与胡白头，果然珠联璧合，相映成辉。此乃谢姑娘之功，不胜感激。裴公子天生丽质，可不是我的功劳，我顶多算锦上添花。鬼天气，下的真不是时候。我穿成这样都冷，普通百姓该怎么过啊？以前听赶考的老爷们说，京城冬天能下3-5个月雪，今儿是真见识了。若非老爷身子好了许多，怕是真扛不住。谢姑娘，您真是神仙下凡。就近住下吧。掌柜的，3间连着的暖炕，每晚总共1两5钱银子。老爷，比江南贵多了。先住下。谢姑娘，我们老爷点了菜，请姑娘到堂上吃饭。来了。谢姑娘请。裴公子请。松菜不就是白菜？还是饭顶饿。5斤？赶路耗力嘛。菜价、肉价比江南贵3成，米价贵1倍。房费每日1两5，算到我头上，1天不吃不喝也要5钱。你想说什么？老爷，明日我去找中人租屋宅吧。1两5钱，在京城都能租1个月小院子了。若贡院附近租不到，就租在翰林院附近。是。为什么不买？本朝太祖规定，任何官员不可在任职之地购置田宅商铺。即使现在买下来，等我做官后也要卖掉。居然有这样的规定！老爷虽然不能买，但谢姑娘可以买。不如谢姑娘买下来，出租给我们。清风，看不出来，你心思还挺细。在江南，一座2间正房带厢房的小院，不过30两银子。京城就算贵1倍，想来70-80也够了。等我拿回自己的身份后，再置产不迟。你要去宁国公府？送上门的不值钱，我要让宁国公亲自来接我。你有把握？他不想把爵位传给假儿子，就一定会请我这个真女儿回家。需要帮忙吗？多谢你的好意，暂时不用。有什么不方便出面的事，可以让清风去办。老爷说的对，谢姑娘尽管吩咐。还真有一件事。姑娘请说。现任宁国公谢峰膝下有3个儿子，长子谢瑾，就是14年前和我调包的那个，今年15岁。而次子谢瑜是妾葛氏所生，今年也已13。若真相大白，谢瑾将不再是宁国公府继承人。所以，你打算从谢瑜身上入手？裴公子果然聪明绝顶。不妥。为何？朝廷规定无嫡立庶长，
谢瑜若知道谢瑾是假少爷，一定会想法查清楚。莫若知道黄龙。谢瑜年仅13，手里可使唤的人料想不多。即使他得知谢瑾身世有异，也未必能在短时间内拿到证据，更未必能到宁国公面前揭穿此事。倒不如直接把消息送到宁国公跟前，事关爵位继承，宁国公一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裴公子所言极是，那就听裴公子的。清风，此事就拜托你了。姑娘请吩咐。听赵嬷嬷说，我爹的奶哥哥叫李富，住在宁国公府后街，他酷爱喝酒赌钱，你到附近的10里街寻访，定能找到他。打听个人，李富。下巴有痣那个，正是。他每天15会先去猪头3的酒肆喝酒，之后再去赌钱。虽然他赌瘾大，但他一天只带100钱，赢了就走，输光了就看别人赌。清风小哥请我来，可是房子的事儿。我家老爷进京赶考，住客栈花费太过，想在贡院附近租个小院。这样的独门独院自然有，只是明年是大比之时，行情紧俏，租金已经涨上来了。多少？春未结束前须得4两银子，春闱结束后2两银子1个月。先吃饭，吃完带我去瞧瞧，合适就先租下来。好。小二，烫一坛汇泉酒，1碟猪头肉，1碟花生米，再切1条猪舌舌，半个水晶冻。好嘞。不愧是京城，房价也比江南贵了不少。天子脚下，自然如此。我在金陵听到一桩趣闻，和京城宁公府有关，不知你们京城中有没有人听说？什么新闻？差不多1个月前，金陵一家客栈死了14个人。14个？听说是宁国公府派去姑苏接他们家姑娘的下人，在返程路过金陵时，不知怎的，一夜之间全死得无声无息。死了14个人，那可是大案啊！他们接到的姑娘倒没事儿，经过当地县爷盘问，她自称是宁国公府嫡出的千金，说是14年前被调包后流落到了江南。胡说八道，哪有这样的事儿？小心我把你送到官府里！这件事在金陵可不是秘密，不信自己去打听打听就知道了。无稽之谈，镇国公府大姑娘在府里好好的。镇国公府大姑娘是假的。放肆！你当京城是什么地方？岂能容你胡言乱语？是不是胡言乱道？等来年开春，金陵派人进京调查就知道了。李爷，酒还没……坏了，国公府继承人竟然可能不是亲生的。我有急事找老爷，快给我通报一声。李父，今儿怎么不去吃酒了？老爷，我有要紧事儿，事关国公府的血脉。进来说话。老爷，我今儿在猪头3酒肆，听见一个外地人说起金陵的事儿，事关10条人命和国公府的血脉。带头的叫马三，那伙人自称是宁国公府下人，陆运查出来却是镇国公府的人。那姑娘自称是宁国公府嫡出的千金，14年前被调包流落江南。她还说是镇州公府大房的4哥儿顶替了她。
老爷，我不晓得是真是假，可那外地人言之凿凿，不像撒谎，意图混淆我谢氏血脉，夺我谢氏爵位，其心可诛。看来老爷和我一样，信了8、9成。李父在，你亲自带人拿上家伙，把当年的稳婆还有太太身边的丫鬟婆子通通捆上带过来。另外，找到那外地人，我要见他。那外地人通过正中人就能找到他，倒是不急。只是当年的稳婆和跟着太太的丫鬟婆子，早换得一个不剩，须得细细查访。叫上你儿子，照着名次拿人，活要见人，死了也得把家人带过来。是。回来。老爷还有什么吩咐？叫你老婆把历年来太太送往宋镇国公府银钱明细全部整理成册，交给我。这些都有记录，找出来即可。吩咐门房，从今儿起，除了我外院的人，其他人等只许进，不许出。违令者直接拿下，等我处置。是。清风小哥，他是金陵省上一科结缘宫的书童，如今住在客栈里。掌柜，打听个人，姓清，叫清风。有这么个人，他和他家老爷住在本店。可还有旁人同行？还有一位姓谢的姑娘，陆有登记呢。就是他了。老爷，查清楚了，是金陵省上一结缘宫的书童，有个姓谢的姑娘与他们主仆同行。客栈陆央登记上写着，他是到宁国公府寻亲。备马。老爷，外头风雪正大。备马。请住在你们店中的谢姑娘下来见面，就说宁国公谢峰在此。国公爷稍后，小的这就叫人。国公爷，谢姑娘说什么？谢姑娘说堂上人多眼杂，请国公爷到上房会见。带路。谢姑娘，宁国公到了。你就是谢珊珊？正是。裴解元身边的清风是你派到李父面前的？恭喜宁国公猜对了。为什么不直接登门，反而借他人之口，以致消息外泄？笑什么？我笑宁国公站着说话不腰疼，仿佛狗眼看人低的不是你们宁国公府。再说，是你宁公不作为，才致亲生女儿逃亡在外，养儿子养了14年都没发现是假的，就是失职。那你跟我回府。不回。何故？凭什么？你让人把话传到我耳朵里，不就是想回宁国公府吗？宁国公府很稀罕吗？我只是不喜欢别人顶替我的身份过好日子罢了。分毫不差。这张红纸足以证明抚养你的嬷嬷当时必定在场。其实我应该感谢宁公公。谢我？宁公公早年救过嬷嬷全家，嬷嬷这才冒险带我潜逃到千里之外。可恶，赵氏和林氏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宁国公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什么？如果不是你宁公一心想纳妾生儿子，时年28的宁国公夫人岂敢铤而走险？我被调换错供10分，7分在他，3在你，别觉得自己清白如雪。我宁国公乃8公之首，世袭5代不降等，5子继承才是对祖宗的大不孝。是，南香香，南丁贵。那叫我回宁国公府干什么？是想借我之名，让我与谢瑾、赵明月各回各家吧？你既然明白，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当今世上，除了皇室公主东氏之女，满朝文武百官中，没有谁的女儿比你更尊贵。就这个？什么？与我有什么实质上的好处？那你想要什么？1个月前，马三带着10几个亡命之徒来姑苏接我。知道我跟他说了什么吗？说了什么？我说如果没有骏马香车，没有丫鬟仆妇，没有金钗玉镯，没有锦衣龙、青裘宝带，休想请动本小姐。李父，听到没有？小的听到了，请国公爷发话。你回府里找周嬷嬷，打开我院里的内库房，取出陛下今年才赏下的白狐披风，再配上10青缂丝紫貂斗篷与昭君套，一并带过来，送给6姑娘。是。就这些？李父，叫你女儿亲自带人，
把大姑娘出飞前住的西院上房收拾出来，一应家具陈设，装了珠玑，从我库房里拿。房里再配大个丫头和8个小丫头，偷金耍滑的一概不要。接姑娘回府的马车，用4匹高头大马。先就这些。是。我有3个条件。哪3个？身外之物，看来打动不了你。能跟我讨价还价，你这气魄，不像缺钱的人。第一，我的终身大事由我自己做主。我可以答应，但是你选的女婿必须让我满意。放心，不是才貌双全的，我压根儿看不上。我只是不希望将来有人拿我的婚姻做文章。那第2个条件呢？我自幼无父母教养，赵嬷嬷又宠我，也惯了，所以宁瓜府不许拿规矩约束我。堂堂国公之女，岂能……国公爷若是为难，反正我不愁吃喝，逍遥自在。你会武？不足挂齿，不信吗？我的武功无人能比。第2个条件我答应，每回出门带足人手即可。第3个条件呢？第3个嘛，谢瑾顶替我，享受了继承人的待遇。我要镇国公府补偿我。谢瑾在宁国公府用了多少，花了多少，赵明玉又拿了多少，一笔笔算清楚，折成银两送到我手里，1分1厘都不能少。好，这一点最像我和你爷爷，资如必教，绝不吃亏。先就这些条件，其他的等我想到了再说。你长得像我，脾气更像你爷爷，不讲道理。这你可冤枉我了。本小姐最喜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若真不讲理，您老人家捧着金山银山来，我也不稀罕。好大的口气！怎么，国公爷莫非以为这里是宁公公府？该用汝窑喝明乾隆井。小时候日子过得贫困，赵嬷嬷卖真钱养活我，有余钱就请人教我读书识字。临终前，她只留了几10两银子的路费给我。若不是激得马三出一大笔钱，我此时恐怕连过冬衣物都没有。赵嬷嬷，当真义士也。她老人家怕累着我，自己躺进了棺材中。唯一牵挂的就是丈夫陈瑞，儿子虎头。阔别14年，不知是生是死。若还活着，找镇国公府算账时，我替你要来。您先喝茶，我出去一趟。裴公子，魂归来兮。谢姑娘这是打算离开了吗？正是，宁国公亲自来接，我自然要给面子。裴公子若是租下房舍，叫清风递个信，我必定亲自前去喝暖房酒。好，届时到地相迎。宁国公府家大业大，我的小黑和马车就不一起带过去了，恳请裴公子收留自用。多谢姑娘。宁国公府如今分前后几处，正院、东西2院各有人住。国公爷，人带来了，进来。手脚利索点，伺候你们姑娘更衣。是。原来这才是宁国公府的排场，连马车都用4匹马。按本朝规定，朱轮红盖是国公之女的出行车驾，兼以金饰。老爷，谢姑娘走远了，咱们回去吧，别又冻着了。照顾好谢姑娘的马。是。3路5进，
占地怕是超过100米。李父说的不清不楚，只叫我开库房取东西，还净捡好东西拿，说国公爷要接六姑娘回府，竟没想到六姑娘竟生得这样像老太太和国公爷。我仿佛看到年轻时的国公爷。我见到他也吓了一跳。外头冷，姑娘快回房暖和暖和。西院位于正院正房之西，在第3进。后门往东有穿堂，直入正院正房。原本是你几个姐姐住的地方，她们都出了门子，往后你住在里面，也不会安排你妹妹住进去。安排不错，我喜欢。老爷、姑娘，房间已经收拾齐整，请姑娘入内检视。若有不足处，立刻更改。芍药，老爷，六姑娘刚回府，对府里的事情不大了解，叫你婆婆别闲着，明天进来，在六姑娘身边当差，别让不长眼的东西冒犯了六姑娘。明白。明天一早就来。周嬷嬷，老爷，六姑娘从小没在我跟前长大，往后缺了什么穿的用的，你直接从我库房里取用。太太过问，该怎么回呢？镇国公府令我亲生女儿流落在外10年，又以假子冒充我亲子，企图窃取我宁国国位。我明天面圣后就去找镇国公府算账，他未必有时间过问。什么？大爷不是国公爷亲生的？正是。太太当年生下的是六姑娘，不是谢瑾。通知府里任何人不得怠慢六姑娘，否则打一顿，撵出去。是。还好不是真假千金文里脑子有包的掌权人，没把亲生的当草，把非亲生的当宝。六姑娘刚回府，谁敢给她添堵，自己掂量。是。老爷，是即将派人送回来的，已经有3、4人的下落了。陈稳婆14年前失足落水而亡，他儿子2个月前欠债，被讨债的打死了。太太房里的大丫鬟朱苑，蒙太太开恩放了出去，嫁了个小小武官，10几年前跟着戍边，至今未曾回来，不知生死。14年前陪太太回娘家的陪房，正好家的。念，从镇国公府回来后，不知怎的，用一根麻绳了结了自己。当时府里得了哥们儿，何府庆祝，太太只吩咐账房赏了20两烧埋银子，倒将他2个儿子提拔上来。果然如我所料。这么说，咱们无法找到当时在场之人作证了。所有在场之人都死了，就是最好的证据。等你儿子回来，叫他继续走访调查。拿笔墨来。老爷要写什么？上本请罪。老爷被蒙骗10字年，反要请罪，这是什么道理？治家不严，以致爵位险些落入外人身上，便是我之过。此前把谢瑾当作下一任宁国公，又给皇子做伴读，总得告诉陛下一声。我膝下没有嫡子，老二若想继承爵位，就得看陛下批是不批。一般总会批的，万一呢？嫡长子死或残，不能袭爵，由嫡孙继承。没有嫡孙，再顺延到下面的嫡子。若无嫡子，立庶长，就得向朝廷申请。万一不批，宁国公爵位就在我这一代终结。都是些什么事儿啊？你们叫什么名字？
原本在哪里当差？回姑娘，我今年17岁，原本是大姑娘的房里的。大姑娘出阁后，我又服侍过3姑娘和5姑娘。5姑娘出阁时没带上我，我就留下负责理大梨院大小事务。芍药姐姐选我上来，就是看中这一点，请姑娘赐名。以后你就叫凌霄。谢姑娘赐名。你叫白芷、紫苏、杜若。谢姑娘赐名。府里原先有5位爷，活下来3位，往后只有2位了。2爷名瑜，3爷名翰，和原先的大爷一起住在东院，2位爷分住东西厢房，待遇一样。房里有4个大丫鬟，4个妈妈，8个小丫鬟，外面8个小厮，8个长随，每人还有4位乳母。好家伙，不愧是国公府的少爷，人人都是贾宝玉。国公爷膝下共生了11个姑娘，姑娘排行第6，上面有5个都是太太所生。姑娘之下有5位姑娘，只活下来7姑娘和9姑娘，5子11女，真能生。太太来了，还不见礼？原来是我那个狠心将我与谢瑾调换的亲娘，深夜到此，有何贵干？谁是你的亲娘？你以为宁国公府是什么地方？由着你胡编乱造，诋毁当家主母？当家主母？不好意思，你这当家主母很快就做到头了，替亲哥哥养儿子，疼亲嫂子的外甥女，你是古往今来第一人，恐怕连普度众生的观世音菩萨，在你面前都要甘拜下风。你说什么？那你竖起耳朵听清楚，我谢珊珊才是你当年在镇国公府生下的宁国公府千金，而赵明月不过是你亲嫂子恨你夺走她儿子，特意抱来妹妹的女儿，明白了吗？致使我流落在外14年的宁国公夫人。不可能，不可能！你胡说！国公爷怎么会信了你的鬼话？明月怎么会不是我的亲生女儿？赵夫人，你现在还是好好想想，在我爹面前怎么为自己辩解。我要见国公爷。让宁国公夫人回去好好想想，等我明天回来，该以什么的谎言继续欺骗我？太太，国公爷请您回去。李父，你跟老爷说，都是那个小丫头吴生有，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是老爷误会我了。太太，国公爷已经掌握充足的证据。假的，都是假的，定是有居心叵测之人离间我们夫妻，破坏谢赵两家的姻亲。这些话，太太还是留着明晚跟国公爷说吧。国公爷明日早朝无暇面见太太。老爷，全在这里了。赵明月从府里得的东西记了5本，谢瑾用府里的8本，其中不少是老国公夫人嫌送与他的财物。这些年，老爷和太太也给了他许多好东西。李父，你带人去东院正房，把赵瑾送回镇国公府，包括易不止在内所有东西全部搬回来，清点对账，少了的、用了的另记一册。我要让镇国公府全部补齐我。是。等等。六姑娘刚回府，恐怕手里没有积蓄，从我库房里取1000两银子给六姑娘送去，先花着，等镇国公府的补偿到手再给她。是，老爷。明儿饮食4刻，还要进宫陪皇子读书，别吵醒爷。外头这么大雪，谁还来传话？睡吧。父亲膝下没有嫡子，我便是未来的宁国公。二哥，恭喜！明日一早去给六姐姐问好，弟弟可同行？同行，当然同行。父亲前儿赏我的笔墨纸砚还没用，我拿去给六姐姐做见面礼。那我送这块玉佩，也是父亲赏的。这是要做什么？嘘。何人如此无礼？外面车驾已备，请赵瑾、赵四爷回镇国公府。李父，你什么意思？赵四爷若不明白，到了镇国公府，自有人给您解惑。放肆！我是宁国公府嫡长子。堵住嘴，插出去！连鞋子都不给人穿一双，跟去看看。爷，好
好几个家丁把那位爷塞进一辆黑油马车，已经送出府了。快3更了，两位爷怎么还不歇息？明儿还得上学。听说六姐姐回来了，特意来问问。我们没见过六姐姐，不知她喜欢什么，问清楚，明日好送礼。不管两位爷送什么，都是心意。那便不扰你办差。一针一线登记造册，送到国公爷库里。国公爷，该起了。国公爷，东院上房已清点入库。尚书大人，这是今日急件。姑娘还没醒。昨儿睡得晚，谁也不许吵。还没醒？没醒。两位爷曾起上学前来了一趟，见姑娘没起，放下礼物就走了。白纸，去针线房叫手脚灵巧的小媳妇来给姑娘量尺寸，再去金银房让蒋老将找周嬷嬷取金银珠宝。大厨房那边江南口味、京城口味的早饭都备上。紫苏、人海、杜玉，你们针线好，先给姑娘做里衣、绣鞋、罗袜、荷包鹅、手套、套这些小物件。周嬷嬷昨晚已送来料子和针线。好。扫雪的似扫雪，喂鸟的喂鸟，左右耳房也打扫出来，给姑娘当库房。奴婢钱嬷嬷给姑娘请安，起来，起来。给我多做几身男装。是，姑娘。姑娘刚回来，我那亲家连夜把赵四爷房里的东西一针一线都搬回国公爷库里。国公一连5天早出晚归，未必顾得上姑娘。姑娘有什么想吃的、想要的，只管吩咐我。除了国公爷，姑娘就是府里最大的。赵锦被送回镇国公府了，是国公爷下的令，旁人可不敢。够快，我喜欢。原主那一世可没有这样的速度。果然，打铁全靠本身硬。昨儿我用的手炉不错，拿一个出来，我要送人。在家里用什么炭？主子房里烧银骨炭和红罗炭，手炉脚炉用香饼。银骨炭、红罗炭各2篓，加上手炉脚炉和香饼，送到我回来前住的小客栈，交给裴崔裴解元，请他试用。赶明儿见面给我反馈。是。早饭不错，可惜送到客栈就凉了。大厨房有几样点心做的不错，有没有枣泥山药糕、糖酥酪、藕粉龟糖糕？都有。凑4样送过去，回来顺便告诉门房，若有裴解元身边清风给我信，不得怠慢。遵命。我胃口比较大，以后早饭照今日这样备。午饭加5成，晚饭比午饭少一点。是，姑娘。这是2爷、3爷早上送来的。谢锦不是亲生的事一出，2个庶弟坐不住了。时下继承法没那么讲究嫡庶，财产不论嫡庶，诸子均分。若无子女，妻不在教可继承一半，另一半归宗族。爵位有嫡立嫡，无嫡立庶长。难怪镇国公太夫人姜太君要帮女儿李代桃僵，与其便宜小夫养的，不如叫自己孙子袭爵。可是拿衣物。舅母可知，李父那赌鬼叫我赵锦赵四爷。舅母，你先去休息。快叫醒国公爷。出了何事？锦儿被宁公府送回来了，李父叫他赵锦赵四爷。去老太太院里。什么事慌里慌张？听意思，姑老爷发现锦儿是假的了，该如何是好？当年的知情者都死绝了，锦儿怎会被送回来？他们连衣裳鞋脉都不给，冻得脸发青。先别声张，天一亮，打发人去九宁公府接妹妹回来。奉我们国公爷之命，接贵府夫人回娘家。两家已成这样，岂能让他们接走夫人串供？混了，扣马棚，等国公爷回来处置。姑娘，镇国公府派人来接夫人，被徐管家扣在马棚了。就先关着，剩下的事等我爹回来。没拿到补偿钱，当然得让我爹出面。他是宁国公，又是兵部尚书，这样的社会里，我费尽心机才能办成的事，他根本不用动脑。封建社会最糙皮的一条，父母可以不慈，子女却不能不孝。骂父母、祖父母，绞、斩、凌迟。赵夫人面前，我还是少惹麻烦。5两一锭，200锭，1000两。收好，再让账房把我的月钱年例补给我，1分1厘都不能少。姑娘，1000两还不够。我爹的是零花钱，不是月钱。
别的姊妹有我就必须有。月钱2两，年历20，一年44两，14年总共616两。超过200两的支出需国公爷同意。晚上请示过国公爷，再去账房直取。姑娘看如何？200两算大笔银钱。咱们府里规矩严。昨晚送来的1000两呢？那走的是国公爷私账，不是宫中。我爹很有钱？自然。那顺便让他补上我14年的压岁钱，外人给的我就不算了。按国公爷给儿女的例，每年8个金过子，8个银过子，每个8000，14年金银各112两。还有衣裳首饰，宫中14年给姊妹们做了多少，就得给我做多少。每季4套，加2件披风，年下又4套冬衣，一年22套，14年308套。首饰每年4套，14年56套。很好。乔迁之礼该送什么？寻常百姓送米面油盐柴炭酒水炊具，大户人家送笔墨纸砚花瓶如意屏风。比着这个，给我准备一套。这样的得去国公爷库房找。那就去库房，再取一个如意，一架炕瓶，一对花瓶，加酒、炭米油，凑成8样礼。姑娘，这是给裴解元。他要搬宅子，漂亮少年就该锦衣玉食。劳烦，劳烦。清风，上。好精致的点心。糖蒸酥酪是京城风味，其他几样在江南也盛行，正合老爷脾胃。还是谢姑娘想得周到。等搬进租的宅子，4头好炭够老爷用很久了。他初回宁国公府，人生地不熟，先给我送东西，还不知谢家人怎么议论他。谢姑娘不像会吃亏的人。姑娘，7姑娘、9姑娘来拜见，请进来。见过六姐姐。你就是被赵瑾顶替后流落在外面的那个9姑娘，先回房禀赋。你就任由我被外人打？9姑娘，府里诸位兄弟姊妹中，以6姑娘为长。9妹妹，咱们已经见过六姐姐了，先回去吧。姨娘，我要告诉父亲，一个外来的也敢打我！你急什么？谁叫你去西院找他的？他才回来1天，别人都观望着。他凭什么一个人霸占西院？先前不是说吴姐姐出阁后，就叫我和七姐姐搬进去？谁叫你没托生在太太肚子里？所以你更要谨言慎行。等老爷晚上回来，你去老爷跟前诉委屈，叫老爷知道，在外面长大的姑娘，终究没教养。圣人口谕，宣宁国公谢峰到紫宸殿觐见。臣领旨。不管生男生女，都不影响他宁国公夫人的诰命，怎敢做出如此恶毒事？偷天换日，亏他想得出来！罪魁祸首必然不止建京，他一个人无法扫清所有障碍，并解决后患。看来是镇国公府心大了，子孙没啥本事，一个镇国公的爵位倒觉得不满足，还想拿下你的宁国公爵位。微臣无能，至今无嫡子承系，才叫镇国公府有可冲之机。远山，此事怨不得你，是你忙于公务，不知人心叵测，请罪就不必了。就是你女儿自己找过来了，你打算怎么办？自然是各归其位。微臣没有替别人养儿子的癖好，就算女儿不如儿子，那也是亲生的，不让镇国公府担责，这可不像你的为人。怎么可能？你打算怎么做？朕派人给你摇旗纳好，正算账，算清赵瑾在微臣家里的所有花费，扣除昨晚抄回来的金银布匹、陈设、古董、纸砚、书籍外，剩下的叫镇国公府府还，还有微臣府上赠予赵明玉的所有物品，不管是宫中所送，还是殿内私下所赠，通通折银已偿。对，
理当如此。咱们万万不能吃了这大亏。朕今年初雪时，是不是赐过赵锦一件大氅？赵锦历年来从朕这里得到的赏赐，都是朕赏给你儿子的。赵锦既然不是你儿子，那就得一样不少的还回来。穿过的不能再给人，让镇国公府按价折成银子，给你女儿买料子做衣裳，谨遵圣意。还有，凡是赵锦从宫中得的赏赐，以及从各方亲友同僚那里得到的所有东西，都得算在内。若不是宁国公继承人，作为镇国公第4子，赵锦一根毛也得不到。陛下圣明，微臣正有此意。镇国公府别想占这个便宜。你那位自己找上门的亲女儿如何？圣人没有见到，不知微臣之六女长得与微臣一模一样，脾气秉性却更像先父。当真？谢峰年轻时风姿卓越，常有治国营车之事，与他一模一样的女儿该是何等颜色？灵心会事，不让虚勋，还很会斤斤计较。他那身逼人的锋芒倒像极了先父，也不知他与赵嬷嬷在江南生活时经历过什么。等事情告一段落，得派人去查一查。年下放了假，你带进宫叫朕瞧瞧，比你大女如何？瑶瑶端庄稳重，被虚名所困，逊色多矣。一个人单枪匹马来到京城直捣黄龙，必然不是凡俗女子。张玉，奴才在。从内党取银锭10对，金错10对，锦缎10匹，金项圈10个，金镯10对，戒指耳环各10对，珠花金钗玉簪各10对。再把钱儿进了一件海龙僧皮褂子找出来，给宁国公带回去，赏给刚找回家的女儿。是。陛下前儿还说要把这件海龙皮褂子赏给宁国公，给他女儿也一样。臣待小女谢陛下恩典，世上多的是只敬衣裳不敬人。你女儿流落在外多年，你把架子给她撑起来了，别人才不会小看她。微臣明白，昨儿就把陛下赏赐的白狐披风给她了，还给了一件紫貂斗篷和1000两银子。爹，我的月钱、年率、压岁钱呢？你问我要月钱、年历、压岁钱？对啊，这是原主应得的，如今自然该我拿。昨晚给你的1000两银子呢？丁是丁，卯是卯。我要是长在宁国公府，这14年得到的肯定不止616两月钱和金银各112两的压岁钱。祖父祖母该给的没算，亲娘的更不用说，还有叔叔婶婶以及外面的亲朋好友。别算了，让账房一次性给我结清，我就不算了。陛下赏你1000两纹银和20两黄金，加上我给你的，总共2200两银子，还不够你花吗？不够花。往后你未出阁之前，衣食住行乃至一笔都由府里供应，你有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需要花钱的地方可多了。赵明苑从府里得的你要了，赵锦在府里花费的你也要了，这2笔钱要回来，比你几个姐姐的嫁妆都多。我念在府里没在你小时候给你攒嫁妆才给你，其中已经包括你应得的月钱、年历、压岁钱，你还好意思再讹我一笔？宫中出钱，又不用开你的私库。只有月钱、年历是宫中出的，压岁钱一向是从我私库里走账。这么一算，光自家孩子的压岁钱就给出了3、4万两。凌霄，你说说吴姐姐每年压岁钱多少？五姑奶奶每年德国公爷给的金银座子各8个，太太给的各1对，二老爷、二太太、三老爷、三太太各1对。停！给不给？宁国公，我可是你亲生的。话说的太早了点儿。一句话，给不给？给。到宫中支616两银子，剩下的去找周嬷嬷，从我私库里取金银垛子各112个，一个都不许多。是。谢谢爹。满意啦？万分满意。陛下怕你初来乍到没钱花，又怕别人瞧不起你，又赏金银又赏衣服首饰。若知道你有这份要账的本事，说不定就收了刚发的善心。爹，这就是您不对了，怎能让圣人知道这些小事？那件海龙皮褂子真是好看的紧，我得回礼。陛下富有四海，什么没有？别太小看人。拿出来瞧瞧。不行，等年下进宫，我亲自进献。现在拿出来，容易被人惦记。哼，谁惦记你的东西？那可不好说，毕竟我还没出生，
就有人谋划取而代之了。老爷，夫人，请您过去一趟。爹，我陪您一起，听听我这位亲娘思考夜一日后，是不是准备好该怎么狡辩了。吃完饭再去。想吃。宁国公府分3、6、9等，我是早有预料，但没想到连好米饭都不给我吃。你不能吃。为啥？难道是贡米？我吃了就是僭越？正是贡米，1年就几10担，只够陛下后妃太子进诸皇子公主食用。我这是陛下御赐，叫我不要供着，得吃。我也想吃。不行，这碗贡米饭比所有金银珠宝都有诱惑力。碧稻米、玉田胭脂米。钱嬷嬷，你听过碧稻米和玉田胭脂米吗？没有听过这2种米，明儿叫钱旺出去打听打听，估计是地方上的好米，未曾列入宫廷与京官的供应。若有，每样买几担回来。是。你饭量可真不小，比我吃的还多，像你爷爷。丫鬟说府里订的分量菜只有4样，小盘子小碗装的，根本不够我塞牙缝。我吃的比外面还不如，父亲大人得给我加菜。六姑娘好不容易才回来，不能让她吃不饱。往后除了我，府里以六姑娘最大，分零菜翻倍。别人要是不满，就让她当着大厨房的面一顿吃完8样菜，我也给她提升到相同待遇。是。2位爷和那2位姑娘，别说一顿，就是一天也吃不完8个大菜。穿陛下御赐的海龙皮，与我一起去正院正房。好嘞。上面几位姑娘和3位爷都不曾有过的贡品，她却堂而皇之的穿戴出来。她真是宁国公府的6姑娘。有点像荣国府正院正房正室的描述，唯独没有赤金九龙青地大匾。我只请老爷，老爷带他过来干什么？若不是他，锦儿取的名药，即便不是我亲生骨肉，历代盲珠的秘密也会永远埋着。她是我女儿，我为什么不能带她过来？让我们父女俩听听你是如何狡辩。赵氏，我事务缠身，没时间在这里听你废话连篇，我还得去镇国公府要赔偿，心血收不回来，钱财绝不能白白便宜他们。老爷真的误会我了，我不知锦儿是假的，又如何会把亲生女儿送出去呢？他竟然否认换子。哼，不是你换的，我刚散了牙，匆忙骑马赶去镇国公府，见到的就是赵锦裹在大红襁褓里。赵氏当时仍未醒，太医诊过脉，说是产后力竭，并无大碍，好好休养即可。哼，你笑什么？我笑赵夫人谎话连篇。产后昏迷可以伪装，赵夫人亲口吃下的催产药却不是假。我就是因为提前落草，才导致先天不足，养了很长时间才与常人无异。不错，差点被他骗了。赵氏在我这里早已无信誉可言。老爷不要听他胡说八道。我原是10年中连续为老爷生孩子，才致身体虚弱，从而早产。因当时生得不顺，才不得不服用催产保命丹。我对前面4个女儿，哪个不是疼到心坎里？哪个没准备丰厚嫁妆，送其风光大嫁？又怎会在14年前把亲生女儿送出去，换了别人的儿子回来？虽然是嫡亲的内侄，但也比不上亲生的骨肉。不知岳母大人和大内兄、大内嫂知不知道，你把所有罪责推卸到他们身上？肯定不知道。想通风报信的人根本出不去。
老爷，我说的没有半句谎言。不管生男生女，我国公夫人的地位不会动摇，又岂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嫁进宁国公府25年，我可曾拦着老爷不让老爷纳妾续婢？可曾虐待过底下的几个孩子？那几个庶出的，哪一个待遇不是和我亲生的一样？难道我不知道以女换子之事一旦泄露，我就死无葬身之地？赵夫人那么聪明，怎会不知道？赵夫人当然清楚，只是赵夫人怀着侥幸心理，以为不会有人发现你们李代头章的计划。赵瑾虽不像我爹，但他像舅舅。外甥似舅，古来有之。老爷向来英明神武，就这样信了他的鬼话。告知他身世的人，一定是我大嫂的人，自然袒护不真正始作俑者，把责任推到我一个人身上。再说，我一个出嫁女，怎么使唤娘家所有人帮我瞒天过海？还有，兄嫂都活着，难道我不怕他们将来同锦儿说明身世，令我所有心血付诸流水？还挺聪明的嘛。你觉得呢？赵嬷嬷是下人，往往奉命行事，对主子之间的决策肯定不可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他的主子绝对不会和盘托出，所以他跟我说的话，我信90%。但我身世一定是真的，毋庸置疑。李代桃章不是赵夫人能独自完成的，镇国公府老太君和林夫人绝对脱不了干系。很好，你没全信，说明你聪明有决断。所有证据都指向你是我亲生女儿，赵瑾是假的，这一点不会错。当然，您都说我像我爷爷了，可惜原主没见过祖父祖母。老爷，我们夫妻25年，一个小丫头说的话你全听全信，却不信我的只言片语。14年来，你有多疼爱赵明月，相信不止我一个人清楚。所有人都知道你视她如珠如宝，难道不是你以为她是你亲生女儿？老爷误会我了，我对明月的疼爱源于锦儿，聘那侄女为媳，确实出自私心，想借两家继续百年之好来扶持穆家一把。但我真不知道她是顶替的假千金，我只是想和未来儿媳好好培养感情，免得将来出现婆媳矛盾。爹，别忘了咱们家给赵明渊的聘礼，务必全要回来。要回来给你？我是最大的受害者，唯一的受害者，不该补偿我吗？该。爹，您真好。镇国公府和宁国公府的姻亲算是断了，我身后没了依仗，谢峰可以随意处置我，不必再担心得罪镇国公府。老爷、太太、大舅老爷门外求见。府里上下都知道真千金贾少爷之事了，没人敢让大舅老爷进门。如今他还在外面候着。不见。爹，为什么不见？见，必须得见，让他做好赔偿的准备，免得咱们算好了账，他们却拿不出钱，又跟咱们耍赖。陛下亲自发了话，他们不敢不遵旨。赔偿？什么赔偿？赵明月从我家拿的，赵瑾在我家里花的，还有刚才说的聘礼，全都得让镇国公府给我吐出来。你怎会如此心狠手辣？比不得赵夫人，为了让娘家内侄窃取宁国公爵位，把亲生女儿送出去任人奶哥。赵夫人精明一世，就没想过你14年前生下第6胎后，为什么迟迟没有第7胎、第8胎？你什么意思？自己想喽。镇国公府一定很清楚，只要赵夫人在我后面再生个儿子，赵瑾就绝无可能继承宁国公爵位。他们会不会防患于未然呢？不可能。频繁生育确实伤身，却不是绝对。赵夫人保养得这么好，看起来身体底子并不差，可却再没孕育，那就很奇怪了。走，咱们爷俩去见见赵伯元。
别人都去攀高枝了，你怎么还在这儿？我生是太太的人，死是太太的鬼，如何能离开太太？别人是别人，我是我，不管太太在哪里，我都跟着太太。刚才的事，你都听到了？听到了。既然和太太无关，那务必得让国公爷相信太太您是无辜的。实在不行，请几位姑奶奶来给太太说情。门房竟然不直接请我进去！国公爷，请郑国公进去。你们国公爷人没出来？国公爷在书房里等郑国公。大舅，你是谁？我就是被表哥顶替的宁国公府六母娘谢珊珊，今日初见，惊不惊喜？什么？她是被我儿子顶替的外甥女？那养在府里的赵明威是谁？莫非大舅舅来之前没有听大舅母说明真实情况？什么情况？大舅母让心腹陪房陈瑞家的把我带到外地溺死，然后用他妹妹的女儿代替，好到宁国公府给他做儿媳妇。我被害得流落民间14年，好不容易才找到家。大舅舅打算怎么补偿我？大舅舅里面请，自有我爹与大舅舅算账。远山，妹夫，莫生气。官窑脱胎甜白盖碗，我和裴居路上用的茶碗都没这么好。郑国公府让我给你们养儿子，却意图谋害我的亲生女儿，我怎能不生气？妹夫，没凭没据的，你怎么能胡言乱语？倒叫我伤了心。你不是要证据吗？我给你。此事陛下已知，你尽快准备应该给我女儿的赔偿。什么赔偿？赵瑾在我宁国公府的所有花费，赵明月从我宁国公府拿走的东西，以及我赵伯公送的聘礼。妹夫，瑾儿是你的亲生儿子，不知道哪里来的骗子，仗着眉眼有几分像你，就编谎话骗你，你可不能上当。事实摆在眼前，大舅舅还想否认，把我们谢家人当傻子是不是？刀子没插在你身上，大舅舅不觉得疼是吧？这怎么行？必须得叫大舅舅品尝一下肉痛的滋味。本来就是假的，子虚乌有，叫我怎么承认？我可不认你这个女骗子是我的外甥女。郑国公，我见你不是听你狡辩，而是通知你把宁国公府花2万两银置办的聘礼收拾出来，并筹备我宁国公府在赵瑾和赵明明身上的花费。休沐当天，我亲自去取。爹，带上我。行。妹夫，咱们两家乃是百年之好，故去的老国公时常把酒言欢，不至于为一点小事闹到这般地步，对不对？小事？你以为这是小事？但凡你们有点良心，就不会窃取我宁国公府的爵位。对，不可原谅。我同你父亲说话，你这个晚辈插什么嘴？苦主讨公道，竟成了苦主的不对，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我要不要去敲登文谷，请文武百官来评一评？若不好好还钱，你看我敢不敢？皇帝就是谢封的金大腿，这个大腿我得提前报上。谁做的孽，谁负责，我不管了。他们都不承认，怎么办？不需要他们承认，直接处理。大概是等赔偿到手，加上2万两聘礼，少说也有大几万两银子。要是因为提前处理当事人而拿不到赔偿，别说谢封，我都得呕死。爹，明天是不是还得进宫？怎么，打算让我替你向陛下谢恩？没错。让我用一张嘴谢恩吗？倒不如把你说的回礼拿出来。女儿正有此意，请父亲大人稍等，我去房里拿过来。唉，其实东西就在空间里，奈何得装个样子。我幼时顽皮贪玩，赵嬷嬷常带我去海边，偶遇来咱们国家做贸易生意的外国人，不知是来自吕松还是苏图，见我长得美丽可爱，送我一颗龙珠，说是他们国家的祥瑞。我可真佩服自己的知识量，说得我自己都快信了。龙珠？什么龙珠？大言不惭！我说的没错吧？真是龙珠。我竟不知你手里有这样的无价之宝，你当真舍得敬献于陛下？除了陛下，也没人配用。这样的宝贝，你却用一个不值钱的盒包着。什么不值钱？那可是我自己绣的。你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精巧的绣工，你那几个姊妹都不如你，不愧是长在江南水乡的女儿。行了，我自己的手艺怎么样，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这才叫相得益彰。我回去了，请父亲大人早些安息。父亲，何事？六姐姐无缘无故打了我一记耳光，父亲可要为我做主。见到姐姐行礼了没有？问好了没有？有没有喊姐姐？父亲不曾认她，我为何要叫姐姐？我记得我昨晚就已经命人传遍府里，任何人不得怠慢六姑娘。谢太太，她为长，你为幼，你无礼在先，她教训你，理所应当。父亲不觉得自己太偏心了吗？人心本就是偏的，父亲就不能偏向我吗？他回府仅仅1天1夜，我却在父亲跟前长到11岁，3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相处，难道比不上1天1夜吗？他因我治家不严而流落在外，更该得到补偿。你自幼锦衣玉食，还不知足？父亲说的是，女儿受教，女儿告退。不愧是宁国公，想进宫就进宫，咱们与他可不能比，他是陛下跟前的红人。先帝登基后，总共封了8公12侯，8公5代部将等，12侯3代使将。60、70年间，得先帝和当今赏穿玄虎、紫貂、海龙皮的国公屈指可数，宁国公却是其中之一，年年得赏，圣恩之龙尤胜其祖，就不知下一代能不能有他这样的风光。其子谢瑾不也是皇子伴读，恐怕是打算和宁国公走一样的路子。未必，论人才相貌本事，谢瑾差远了。远山往常不都是等午门大开后再进宫？臣之6女幼时在沿海玩耍时，得外国贸易商所赠奇珍祥瑞1枚，一直珍藏密敛，未曾示人。原本打算年下通过微臣进上，忽得陛下赏赐无数，感恩不尽，便提前取出交给微臣敬献陛下。哎呦，你那女儿能得什么奇珍异宝？朕坐拥天下，头一回见到这么大、这么圆又这么灿烂华美的宝珠。与之相比，朕昨儿赏你女儿的那点东西就显得太过微不足道。小女称之为龙珠。叫人用羊脂玉为这颗龙珠雕琢一个莲花宝座，到时候置于案上，方便朕随时把玩。谨遵圣意。你女儿有什么想要的？微臣留心观察了下，小女极爱吃，极能吃。昨晚微臣享用陛下亲赐的贡米时，小女馋得垂涎欲滴，微臣没给她，估计在心里埋怨微臣小气。你怎么不叫她吃一碗？不敢。宫里有几种贡米，每样装1袋，再挑选一些贡果并茶叶点心，赏给谢六姑娘尽情享用，不必供着。姑娘，快起来，准备迎接圣赐。圣赐？皇帝送东西来了，这么客气。圣人特赐宁国公府6小姐万年贡米、金山巧米、响水贡米、遮放贡米、桃花米、糯米各1式，熊掌、鹿尾、西纯驼峰各1对，鹿筋2封，金华火腿2条，人参2只，燕窝2斤，海参、瑶柱、鱼翅、姜碧、竹酥、松韵、银耳、猴头各4斤，蒙顶、炭炊、紫粟、六安、武夷、龙井等芽茶各2两，并细点贡果若干。叩谢皇恩浩荡。谢姑娘，请起。姑娘可喜欢？喜欢，喜欢极了。姑娘进献的龙珠乃无价之宝，亘古未有，陛下爱不释手。陛下叫我问姑娘缺什么，赶明儿再给姑娘送来。多谢陛下隆恩，我什么都不缺。既如此，姑娘便安心享用陛下所赐之物。能与人分享吗？譬如我爹。各样贡米、熊掌、鹿尾、鹿筋、驼峰、西纯等山珍和探春、蒙顶2样茶叶，非赐不能食用。陛下往常赏过宁国公，又常留宁国公在宫中用膳，
自然可以与姑娘同食，别人是万万不可。别的呢？诸如人参、燕窝、海参、鲍鱼虽是贡品，但可由着姑娘与亲友同享，不算僭越。多谢总管大人告知。早上用桃花米熬粥，晌午和晚上分别用2种贡米给我做饭，我尝尝有什么区别。那姑娘打算用哪样御赐的山珍做菜？晚上先做熊掌和鹿筋，那估计得请廖二出手了。咱们府里只有他料理过熊掌，廖二厨艺最好。廖二是大厨房的大师傅，在府里当差过30年，专门负责山珍海味等大菜。老国公和国公爷都爱吃他做的菜呢。拿个银锭给他，请他务必给我好好做菜。姑娘，是5两的银锭吗？姑娘大气。凭什么？凭什么他谢珊珊又得皇上赏赐？你做件这样好的东西干什么？若叫国公爷小故意损毁，怕是又要扣你的月钱。姨娘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她才回来1、2天这样，我怕以后父亲会把给我置办的嫁妆也给她。不至于，府中又不是掏不出银子。怎么不会？我告一句状，父亲转头就让人拿1匣宝石给他打头面。你看看我有什么能比得上人家？年年都是按季领几套衣裳首饰，父亲额外才给过几次。恐怕我攒了那么些年的都不如他1天所得的。衣裳首饰是小事，姑娘别太看重，忍得一时之气，方能成就大事。忍，你就知道叫我忍耐，我要忍到什么时候？好姑娘，不会等太久的。太太无子，犯下这等恶事，国公爷必定容不得她继续做当家主母。准备好礼物没有？备好了，明儿直接装车。把人参燕窝挑出来，再加上1条火腿、2两5邪茶和4样贡果，我一起带过去。姑娘对那位裴解元也太好了吧？姑娘明日出门带上我行不行？六姑娘，钱嬷嬷，我没事儿。裴公子，乔木应生，迁居大吉。多谢姑娘，里面请。谢姑娘，我们老爷一早就等在门口了。裴公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身子弱，咳嗽刚好没多久，别又在寒风里复发。多谢姑娘关心，我穿得很厚实，没冻着。完了，词穷。快进去吧，我想看看你们的新住去。车马在外面等着，把礼物搬进去。这叫乔千里？些许薄礼，微不足道，请裴公子笑纳。如此丰厚，岂是简薄？这些都是身外之物，预祝你高中榜首，为咱们金陵争光。你先用着，用完了我再给你送。他对我这么好，我若不以身相许，是不是太忘恩负义？别说养1个裴居，10个裴居都养得起。姑娘厚待裴居，裴居没齿难忘。你我既是好友，又是同乡，本就该相互照应。你这房子每个月几两租金？月租4两，押1付1。可惜我爹在京中任职，不能置产，否则我买个大宅子，低价租给你们。于姑娘而言，置产不过微末小事，无需挂怀。谢姑娘这边请。清风，上茶。是。不说这些，裴公子尝尝我特地给你带来的武夷山大红袍。当今陛下赏赐好几种茶叶，有2种不能随意送人，就给你带来1样。谢姑娘见到陛下了。没有，我爹说年下带我进宫面圣，如今是沾了我爹的光，得了很多赏。如此说来，姑娘在宁国公府如鱼得水。那当然，没人欺负得了我。高门大户规矩森严，最怕入府后受人排解，还好这样的事没有发生。裴公子，我爹乃是宁国公，当朝8公之一，又是兵部尚书。京城若有人欺负你和清风，直接报上本姑娘的大名。多谢姑娘。姑娘的话我记下了，若碰见讥讽嘲笑老爷的同窗，我定告诉他，我们老爷是受姑娘庇护的人，已经不同往日了。有人欺负你们老爷？老爷身子弱，却天生聪慧，师长喜爱，同窗却妒。常有人在背后说老爷是英年早逝的命，这样的人今年也上了贵榜，10有8九会撞上。清风，去烧火做饭。是。我也来帮忙吧。那就多谢嬷嬷了。别客气。你们老爷是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同我说说，等我们国公爷问起时，
我好有话可回。老爷今年18岁，松江府人士。老太爷、老太太尚在，上面有3个哥哥和2个姐姐，早已嫁娶。最小的3老爷比我们老爷大20岁。老爷在族中是人小辈分大。听着枝繁叶茂，像是一方大族。倒也算不上，就是寻常人家以耕织读书为业。3年前，老爷侥幸中了解元，偏又大病一场，无法起身，没能赶上连中6元。解元之才怎能是侥幸？金陵省拔得头生者，必有真才实学。嬷嬷说的是，我们老爷特别聪明，又孝顺，又敬爱兄嫂，家里有4、5种良田，一半种稻米，一半种棉花，但每年的收益都由前面3位老爷均分，老爷分文不取。哦，这是为何？老爷先天不足，从小就开始吃药，为了老爷，大家忙得人仰马翻。老太爷和老太太为了不拖累上面3位老爷，想分了家，叫他们各自谋生。几位老爷不同意，说要一起扛。为了给老爷治病，家里卖了好多地。3位太太也常常带着小姐们日夜织布，得了钱都是给老爷买药。所以老爷中举后，便将田亩收益划分给3位老爷。原来是有情有义之家。老爷们都是极温和、极善良厚道的人。我原是个乞丐，也不知来自何方何地，怎么流落到江南的。是我们老爷捡了我回家。老太爷、老太太留下我，不仅给饭吃、给衣穿，还叫我给老爷当伴读。我们姑娘还在屋里，若是生人，得通报的大声点儿。老爷怕冲撞谢姑娘，这几日没请任何人，进京时日又短，按理说不该有熟人登门。你先瞧瞧是谁，我去通报一声。好。周老爷，清风，阿贵早上说买菜时见到你了，我还不信，一路打听过来，没想到真是你们。我来拜见裴兄，有要事相商。我们老爷正在待客，请周老爷改日再来。莫非是哪一位王公府上的贵客降临？既是同科，又是同窗，还请裴兄引荐一二。裴公子，不需要你出面，钱嬷嬷去把人打发走。是。我家公子与裴公子正相谈甚欢，不喜有人打扰，望周老爷见谅。不知府上公子是？来自宁国公府，姓谢。裴居竟然攀上了权势滔天的宁国公府。既然是宁国公府的公子大驾光临，那么我便不打扰裴兄了，明天再过来拜会。怎么叫他找来了？真晦气！你和刚才那位关系不太好。不好，我不喜周元慎既借举家之力读书进学，又嫌父母兄嫂丢人，还屡次辱骂其妻。原来是忘恩负义之徒，裴公子万万不可与之深交。听姑娘的。对了，家中兄长在我来京前私赠纹银30两，托我在京中买几件新鲜花样的首饰，带回去送给嫂嫂和侄女。我不懂此中门道，不知姑娘3日后是否有空，助我到首饰铺子里挑选一二。改天行不行？为何？你说的那天是休沐日，我要跟我爹去要债。我明天后天都有空，你选一天。正好我也没有什么首饰，我爹给我不少银子，不能用于置产，索性给自己添置几件。那就后天如何？好，我听说京城最著名的珠宝行是珍宝阁，我们4时在门口碰面。一切都由姑娘安排。母亲，一个来历不明的野丫头也敢嚣张的骑在我头上，幸好她没有在府里长大，否则早把咱们娘俩气死了。我的儿，你和那个孽战见过面了？我去西院偷瞄了一眼，父亲那么偏心，把西院给了他。你先跟我住，你父亲现今得了他，跟得了宝贝似的。都说是锦儿顶替了他，致使他流落在外。你父亲通报全府，宠得他无法无天，连谢代代挨了他一记耳光都没人做主。可我细想想，恐怕不是那么回事儿。母亲何意？锦儿长得像你舅舅，外甥四柱，古来有之，怎么可能不是我的亲儿子？你表妹明月也生得极像你大舅母，必然是亲母女无疑。说不定谢珊珊是你父亲养在外头的人所生。你父亲为了给她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故意编出偷龙换凤的故事来蒙骗世人。我初次遇到这种事，脑子里一片空白，以为真是我自己疏忽，导致你妹妹被人换了。如今冷静下来，我越想越不对。她对我哪有一点女儿对母亲的如沐之情，竟是来寻仇的。母亲说的是，这样的话传出去，谢珊珊别想再做宁国公府嫡出的6姑娘，也别想嫁进好人家。我心里清楚，李代头章是真的，谢珊珊就是我的胞妹。大舅舅和外祖母来找我帮忙向父亲说情时，
已经把14年前的事告诉我了。确实是母亲为保蝶位，苦苦央求外祖母和大舅母换了孩子。只是大舅母心中满是夺子之恨，又用赵明婉顶替了亲妹妹谢珊珊。谢珊珊知道真相，自然深恨母亲。若没有那场调换，她本就是宁国公府长房六闺娘，享受和我一样的待遇。瑶瑶，我最疼的就是你，你可千万不能任由你父亲和那个野丫头作践我。你是长房长女，谢赵两家都疼你，我至少有一半嫁妆都塞进了你的嫁妆里，你可不能不管我啊！母亲放心，我一定让父亲收回成命，让一切回到原来。我此行就是来助母亲保住宁国公夫人的宝座。那等你父亲散牙回来，你立刻去找他，务必求得他不与我和离，不休我的承诺。好。珊珊出门访友回来了没有？回来了，恰在门口撞见大姑奶奶归灵，姊妹俩还在西院垂花门门口说了一会儿话。家里许进不许出，谁把大姑奶奶接回来的？没人去接，是大姑奶奶自己回来的，也没提前送信。胡闹，哪有出嫁的女儿回娘家抢未出家妹妹住处的？不过这性子真像他爷爷，一点亏都不肯吃。原还担心他没在京城长大，受人欺负也不懂反敬，如今倒不用担心了。老爷，看得出来您是真心喜欢六姑娘，就连曾经大姑娘也没得过这份赞誉。今天凭那一颗龙珠，他就这样入了陛下的眼。陛下赏赐郑少爷，还特意带话叫我分点给珊珊。对了，你去看看六姑娘吃过晚饭没有？若没有，让她来我这里尝尝陛下今儿赏的整只烧鹅。是，老爷。爹，亲爹，虽然我已经吃过晚饭了，但还能再吃半个鹅。整只鹅啊，太稀罕了。爹，您是不知道，我吃过糟鹅掌、老鹅汤、烧鹅腿也吃过，就是没吃过整鹅。后来一问才知道，竟然有非次不能吃整鹅的规矩。果然美味至极。你喜欢就好。对了，爹，我后天出门逛街买东西，支援几两银子呗。没有。小气，我都把贡米与御赐山珍分给您了。可你也吃了陛下赐给我的东西。好吧。宫里大厨的手艺真是非同凡响，根本就不是外面餐馆能比的。对了，爹，府里有没有藏书阁？怎么，你要看书？是啊，赵嬷嬷挣钱有限，买书又太贵，我只读过市面上有的书籍，想再看看没读过的书。既然你不肯出钱支援我逛街，那我就从府里拿书。读书是好事，读书明理之事，不做睁眼瞎子。咱家的藏书经过你老太爷、你太爷、你爷爷和我4代人收集至今，光市面上没有的书就有上万部，四书五经、诗词歌赋更不用说，都放在后院靠近池塘涧的藏书楼里。你找周嬷嬷拿钥匙。多谢爹。咱们家从我老太爷开始就重视读书了呀，这倒没人告诉过我，我来府里也没打听过。你老太爷本就是靠读书入仕，你大太爷、三太爷随父也聪明得很，唯独你太爷读书不通，不及你大太爷和你三太爷受宠，但有一把子好力气，从小练武，后来立功封了国公，才有现在的宁国公府，也才渐渐以咱们这一支为主。老太爷当真是不同凡响，不过也对，历朝历代都是谁的拳头大，谁当家做主。国公爷，大姑奶奶来了。叫她进来。你怎么在这里？孔雀羽织金，御用衣料，陛下只赏赐过父亲，连我都没穿过。你妹妹过来陪我用饭，怎么就不能在这里？我有话想同父亲说，不知可否让妹妹避让？有什么话不能当着你妹妹的面说？女儿求父亲放过母亲。镇国公府找你之前，没把他们同你母亲联手做过的事告诉你吗？是说了一些，可母亲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父亲岂能因她一时失察就把所有罪名强行按在母亲头上？你母亲有什么苦劳？她是宁国夫人，位居诰命，俸银禄米，体面尊儒，哪一样少了她？侍奉长辈，教育子女，管家理事，本就是她该做的，算什么苦劳？可她却偷换我谢氏血脉，意图谋夺我宁国公爵位，毁我谢氏100年基业。父亲错怪母亲了，母亲产后力竭昏迷，根本不可能做这些事。看来我谢氏基业在你眼中不值一寒。没有，父亲你错怪我了，
我只是想维护我们宁国公府的名声，所以才想求父亲查明真相。真相是什么？我比你更清楚。还罪，影响你清白无瑕的名声吧？又或者怕宁国夫人换人来做，压你一头？我告诉你，谢瑶瑶，我若不是顾念你们姊妹几个，早就一剑解了赵氏，何至于让你有机会来替他说情？大姐姐，你的身份、地位长都是因父亲得来。你替母亲脱罪的时候，可有想过父亲？父亲替别人养了14年儿子，谁替父亲做主？我流落在外，吃不饱穿不暖，谁又替我做主？我本可以在父亲身边长大，享尽荣华富贵，是郑国公府害我失去一切。你替罪魁祸首辩解的时候，可曾想过父女之情、姊妹之情？谢瑶瑶，你妹妹说的没错，你们兄弟姐妹的荣华富贵，全部都是因我而得。你母亲最后什么结局，都不会动摇你们的身份地位。何况你已经嫁出去，对你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不必再为了她颠倒黑白。爹，女儿不想父母失和，有错吗？有，你是非不分就是错。你心里只有母女之情，没有父女之情、姊妹之情，那就不必再站在我宁国公府的地面。叫人套马车送大姑奶奶回去。自今日往后，除3节2寿之外，非皆不得归宁。是，大姐姐回不了娘家，却还能找别人求情，而天底下大概只有皇帝陛下是在父亲之上了。李父，国公爷，你跟车走一趟，告诉大姑爷，就说是我的天寒地冻，大俺姑奶奶受不得风，年前就在家里好生养身体，不要再外出了。是。大姑爷，国公爷有话。国公爷说天寒地冻，大姑奶奶受不了风，年前就在家里好生养身体。请李管事回禀岳父大人，晚辈记下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当年，郑国公府老太君和大舅母把表弟谢锦和我那被换到郑国公府的妹妹调换了。调换？外祖母原本打算等2个孩子长大后成亲生子，依然是谢家血脉承绝。谁知大舅母心有不甘，居然用自己的外甥女顶替我那被换到郑国公府的妹妹。现下这妹妹自己找了回来。这个找回来的妹妹，就是你之前说的谢珊珊。是，养她的人是大舅母心腹，不知跟她说了什么，父亲便责怪母亲，如今更是将母亲禁足，不得外出。你是说谢锦不是岳父亲生，新来的妹妹才是？正是。你给岳母求情时，跟岳父大人说了什么？没说什么。你若没有惹怒岳父，岳父那么疼你，岂会把你送回来？是谢珊珊，若不是她非说我心里只有母女之情，没有父女之情、姊妹之情，父亲怎会恼了我？混淆血脉是多大的事儿，何况还牵扯到宁国公的爵位，岳母可能清白吗？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插什么手？明年是经察之年，母亲顶着调换孩子、混淆血脉的罪名传出去，别人怎么看我？你我夫妻一体，别人议论说有求陆母必有其女时，难道老爷脸上好看吗？若是因我而连累到老爷的官声，影响到老爷的晋升，岂不是我之过？吏部考核的是才德功绩，此事影响不到我。我是以防万一吗？没有万一。老爷真不在意？无需在意。我去书房处理未完的事务。大爷，这些送往何处？给六公府。给国公爷。就说我替内妻赔罪。是。六姑娘，安国公府送礼来了，说是大姑爷替大奶奶赔罪。这位大姐夫倒有点意思，可惜死得早了些。如果他能压住谢瑶瑶，令其不再作妖，不妨救她一命。收下吧。是。姑娘，内狱几位管事媳妇都来了，说是给姑娘请安。外院的大管事徐大、总账房王楠也来了，他们不便进二门，正在二门外候着。让他们进来吧。给六姑娘请安。姑娘刚回府，若有什么吩咐，只管叫人传话。这是奴婢一点心意，姑娘别嫌弃。有心了。姑娘，今日这些管事算是都认了西院的门。宁国公府的风向倒是变得快，可我的志向不在这一座国公府里。
狐狸精转世了，居然笑得那么魅惑人心。裴公子久等了，我们也是刚到，晴天化雪，滴水成溪。姑娘一路是否平安顺利？一路平安。姑娘大驾光临，里面请。姑娘大驾光临，小店蓬荜生辉。请问姑娘和公子想挑什么首饰？赤金、足银、珍珠、宝石、翡翠、珊瑚、美玉，应有尽有。打算给你嫂嫂侄女买什么样的？我有3位嫂嫂和4位侄女，侄女年纪在15岁到18岁不等，尚未出阁。还请姑娘帮忙看看什么样的首饰比较适合她们，价钱在60两纹银内。不是说你哥哥只给了30两吗？我又添了30两。先拿素金。哎，这些合计59两2年，零头抹了，收59两即可。裴公子不给令堂挑一件吗？我打算于春闱后再为家祠选购，届时还要请谢姑娘小住。今儿还没分开呢，就约好下回了。好，老爷不给谢姑娘回礼吗？我们一路行来，获赠谢姑娘的许多礼物，谢姑娘又与老爷有救命之恩，老爷该当回报一二。家资不丰，购物价廉，汉批谢姑娘嫌弃。不会啊，哪怕裴公子送的礼物是一根草，我也很高兴。呈上珠宝玉翠，唯有珠宝光辉，才配姑娘风姿。这枚戒指须得纹银100两。行，今日就这些吧。好嘞，姑娘、公子这边请。赵大姑娘，赵明月竟然落后贺长宁半步，他这是在刻意结交未来的太子妃。孔雀羽妆花断，帝皇赏赐之意，马三竟然没能杀了他，而且他不是刚进京没几天吗？怎么会比前世更气度高华？明月，你们认识？不认识。你口中的赵大姑娘，可是顶替赵瑾身份，以镇国公府大姑娘身份长大的赵明月。正是，赵明月常被赵夫人接到宁国公府小住，谁人不认得她？既然遇见了，那就请问一句，赵大姑娘有没有把从我宁国公府拿到的所有金银小选全部整理出来，以待归还？明天休假，可就是我与我爹登门要债的好日子。那是姑妈给我的东西，你休想拿回去。赵大姑娘不是不认识我吗？怎么连我要拿回什么东西都知道得这么清楚？赵夫人给我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少说也值2、3万两，现在镇国公府收不及之，哪还有钱赔？不还就不还，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赵明月，有时间出门逛街，不如早点回去把东西收拾出来，别叫我明天亲自抄了你的房间。敢不敢？明日就见分晓。赵大姑娘，明天见。他没有接近贺长宁，看来他没有重生。刚才那位是谁家姑娘？听她的意思是宁公府的人。正是，叫嚣着要抄我们招主镇国公府。明月，你不是请我帮你为祖母挑选寿礼吗？贺长安还不是太子妃，更不是皇后，息事宁人在情理之中。好，以前都是赵夫人替我准备，何须我自己花钱？这只金簪纹银100两，怎么就没杀了谢珊珊呢？包起来。袁绍称，谢珊珊前世的丈夫，明年的2榜进士里就属她最年轻，不能再让谢珊珊嫁给他。不行，贺长宁最重男女之别，不能让他看见我私下接触男子。这位老爷有什么吩咐？裴兄，少昌兄，果然是你。你这次可是为了参加明年的春京？几时抵达的？5、6日前到的。早知你也进京，我就和你同路而行了。对了，你身体最近好些了吗？顽疾难愈，比3年前稍强似一点。想来京约博个前程，以为父母兄嫂之妻。我3年前火候不到，中举后苦读至今，明年也想搏一搏。少康兄学问扎实，文章犹如锦绣，必定如愿。彼此。裴兄住在哪里？我在贡院附近买了个2进的院子，想要裴兄同住，不知可否？我已租好房舍，就不打扰少康兄的清静了。文昌胡同离我那儿很近，照样可以时常小聚。等咱们江南赶考的举子陆陆续续都进了京，少不得隔3差5的开个文会。你作为上一届解元，可不能无故缺席。裴居，看了这么长时间，你需要哪些没看过的书列张清单，赶明儿我从家里找出来给你送过去。
少康兄啊，失礼失礼，既知失礼，还不避让。裴兄，不打扰你了，改日再会。谢姑娘，我请你吃饭。好呀。我屈指一算，算自己明日将发一柱大财，到时候我来珍馐娥请你大吃一顿。裴公子赏脸否？姑娘盛情相邀，敢不应承？那就说定了。姑娘真是被裴居公子的美色迷住了，扶持寒门男子步步高升，未必是好事啊。久看无益，不如回家用功。姑娘，府里的姑奶奶和老爷们白日里打发婆子把东西送到门房了，都送了礼物，都送了。这是怕我刚回来没有衣服头面穿戴，还是怎的？跟商量好了似的。怕是姑奶奶们还不知道，国公爷早安排妥当了。看来地位高低取决于便宜老爹的态度。咱们明天几点去镇国公府要债？这么迫不及待？当然，落袋为安嘛。你多虑了，陛下担心镇国公府赖账不还，特意打发张总管明早同我们随行。太好了，今儿在外面碰见赵明卫，他还不想还呢。从府里得的笔墨纸砚、衣服头面、古董字画、金银座子等，高达27000两，再加上之前给的2万两聘礼，他当然不想还。四清却便要回来吗？赵明玉还不清，不是还有镇国公府吗？总有人能掏得出来，还得起就行。母亲尚在，妹妹还是宁国夫人，又给谢峰生了几个女儿，谢峰总不能真同镇国公府撕破脸。老爷，大姑老爷来了，竟真来要债。还有内廷大总管张玉张老爷也来了，带着圣谕。百香案起中门，跪接。合走角门，果然截然不同。陛下口谕：宁国夫人赵氏协同镇国夫人姜氏、镇国夫人林氏、李代逃荒，混淆宁国公府谢氏血脉，意图窃取宁国公爵位，罪不容诛。旨到之时，镇国公府即刻归还宁国公府所废资财。看来父亲在陛下心中的分量比我想的还重。镇国公，谢恩吧。臣谢陛下圣恩。洋酒、茶果、炮竹就不要了，其余金银首饰、锦缎、皮章、摆件，请一一归还。还不上就折银以偿。好。扣除赵锦房里所有财物，还不上就折银以偿。好。找不回他每年送出去的礼物和损毁的器物，也不算人的服饰，总欠23456两银子，算23400两。这么多，谁稀罕赵锦用过的旧物？若照我一开始的打算，就该要他的铺盖、衣服、用具全部送来镇国公府，叫你们折成银子。到那时，可就不是3万两能打住了。就是，谁喜欢收别人用过的东西？赵明月的账也在这里。若还回头面、古董、金银等物，剩下的折价9000两；若不还，总共27000两。还！实在还不起银子，也可以用镇国公府库房里的古董家伙抵债。正好我还没给小六置办嫁妆。爹去库房选东西。我身为女儿身是何等？咱们爷俩分头行动。你们几个去帮六姑娘搬东西，不许任何人阻拦。是。我不替明月还，若找出来的金银头面古董不够数，你们就从他屋里拿别的头面古董抵。这些年府里给他置办了不少东西，他也从外头收了不少礼。有镇国公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带路。
既然赵明月不肯提前归还，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拜见外祖母。当年若不是赵宝珠捷足先登，我岂会嫁给赵伯行？还有陈瑞家的赵蕊珠，若不是他带着谢珊珊诈死离京，我的谋划怎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你小时候我经常抱你，你都不记得了。我若记得，恐怕就是个妖孽了。都是你大舅母之过。那年你大舅母带你归宁，谁知会被一个陪帮偷了你去。那陪帮记恨你大舅母罚过他，害他小月，便想让你大舅母尝一尝丧女之痛。你大舅娘深知回来必定无法交差，这才以外孙女顶替。此事他已经与我和你大舅舅交代清楚，我们也惩罚过他了，你就放过他这一回吧。胡编乱造，推卸罪责，镇国公府当为第一。我不听你们废话，现在把赵明月从我宁国公府拿走的所有金银物事全部交出来。若不愿意，就别怪我亲自带宫里的内参到他屋里查抄。若翻出什么不好的东西流传出去，可就贻笑大方了。明月，你收了多少东西，自己心里清楚，叫人取出来。祖母，咱们镇国公府岂能容他如此欺凌？本就不属于你，叫内监抄你的屋子，总归不好看。老玄婆，不管前世还是今生，对我的宠爱都大不如从前，谨遵祖母之命。把姑妈送来的头面、衣服、古董玩意儿都找出来。谢珊珊真敢抄访，别的无所谓，唯独我记前世书师的册子，绝不能被发现。姜太君真是深明大义呢，物归原主，应有之意。不愧是镇国公府，识时务者为俊杰。都在这儿了。姑妈送我的东西，我一件没留，你不信？当然不信，你肯定没有全部拿出来。哼，想用穿过的旧衣服蒙混过关，休想！我只要头面、古董、金银。启禀姑娘。一年四季的衣服、鞋履、糕点、瓜果、笔墨纸砚、锦绣零油不算，整套头面少了7套，又有3套头面缺了几件。簪子少了23只，耳环戒指少了39对，镯子少了9对，金项圈少了4个，璎珞圈少了1个，珍珠手串少了2挂。赵夫人累计赠银2760两，1两重的阴银矬座子各112对。此时一滴金银也没有。是自己拿出来，还是我派人去抄？丢了的就拿等价物品补偿，不要以为你把赵夫人所赠剩下的交出来，就算物归原主。没有，留下一个公公算账，其他公公们陪我到赵大姑娘房里抄一抄，得了银子，请大家吃茶吃酒。谢珊珊，你别欺人太甚！你不还，我只好自己拿。姑娘的屋子不能乱进。陛下口谕在前，谁敢拦？谢珊珊，你竟真敢抄我的屋子！咱们不是土匪，也不是强盗，动作放轻一点，只拿自己该得的。是。还你，都还你！你叫他们出去！不能让他们看见，我记下前世诸事的册子，绝不能被发现。少了的、毁了的首饰，就从赵大姑娘梳妆墙子里取，一个小戒指都别多拿。姑娘，这里只有金座子73个，银座子217个，金锭3个，共计15两。那就拿赵大姑娘的宝贝来抵债。是。你们住手！你敢！启禀姑娘，金银、古董、头面、摆件全拿来抵债，按市价算，还短360两银子。另外，总未曾9000两的锦绣绫罗、衣服鞋须尚未算在内，超出未曾裁剪的锦绣绫罗30余匹，皮章1箱，按市价折银540两，仍欠8460两。赵明月每年的头面衣服主要靠赵夫人，赵夫人对她真是用足了心思。走，回上房。
赵明远还欠我8820两，谁替他还？我都给你了，是你自己不要。我说过不要你穿过的，我要拿钱买新的。你去取1万两银子，明月是你抱回来的，他欠的就是你妹妹家欠的。我没有，你妹妹目前不在京城，只能你来负责。商量好了吗？春杏，把我珍藏的那串北珠拿出来给姑娘。拿1万两银子到外面，也未必买得到我这挂大珍珠。接下来，既如此，那就平了赵明院积欠的账，告辞。吃过饭再回去吧，咱们毕竟是亲戚。事情到了这一步，他竟还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你们镇国公府的饭，我可吃不起。我怕自己不知道哪天就被你们下毒害死了。爹，我这边处理好了，咱们回家吧。好。这些都送到我房里。是。爹，赵景穿过的衣服、用过的东西就不用给我了，除了金银古董摆件。你把聘礼拿走了，还要他房里的东西？爹，你那些儿子女儿个个锦衣玉食，聘礼嫁妆是不是早早就开始置办了？只有六女儿我活在贫穷之中，什么都没有。如今刚回归，唯有些许黄白浊物才能略慰心灵，自然是多多益善。赵锦手头散漫，没剩下几两银子。今日辛苦诸位，拿去打酒喝。谢谢六姑娘。大总管今日辛苦，请大总管笑纳。万万不可。大总管不必推辞，见者有份。难得这丫头大方一回，你尽管收下。回宫后跟陛下报备一声即可。多谢姑娘。事情办得如何？回陛下，镇国公府已按旨归还宁国公府资财。倒是大方。你这珠子平时瞧着是大，宫里也没有几串。哼哼，萤火岂敢与日月争辉？你替朕打听打听，家风良好的朝臣中，哪家有才貌双全、品行上压的少年郎？远山今年不提，明后2年必要从中选一个做东庭快婿。朕先筛选筛选，一般人可配不上谢姑娘。上次你回宫时，朕跟前有人奏事，没来得及细问，她果然长得极像远山，像得10成10。陛下年下若见到谢姑娘，就知道宁国公若生为女儿身是何等风华了。哈哈哈，听你这么说，朕倒越来越好奇了。这些旧首饰送去金银房。姑娘是要重新打样子？不管贵贱，一律拆料融化。这些也膈应，连同聘礼里的120匹锦绣绫模和10箱皮章，送到宫中库房置换。做一件披风需要多长时间？若直接用熟皮，只需拼接缝制，大概要10天到半个月。需要几张银狐皮？15到20张，依身量不同，用料数量不等。选20张银狐皮，连同1匹青绸，送到针线房。姑娘要做披风，叫人赶制一件披风，依照裴公子的身量做。